雨轩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婆婆陈母看着我颤抖的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金光。我把那张酒店小票递给她，声音哽咽：“妈，见过他，他在外面有人了。”陈母接过小票，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消费记录，神色平静的让我意外。她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深邃：“丫头，你想怎么办？现在就去找他摊牌吗？”我不知道。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。别哭。陈母拉着我坐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男人在外面有点风流很正常，只要他心还在这个家，你就当看不见。现在闹起来，他净身出户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先装瞎，等时机成熟再说。”我当时觉得婆婆的话很刺耳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不是她的这句装瞎，我绝对拿不到这笔千万资产。婆婆，您真是太英明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15年3月的一个周末，我正在卧室整理换季的衣物。陈建国去工地检查工程，说要加班到很晚。我一边收拾他的西装，一边想着晚上给他炖汤。就在准备把深蓝色西装挂进衣柜时，口袋里掉出了一张小纸片。我弯腰捡起来一看，是酒店的消费小票。小票上的内容让我心脏骤停：豪华套房888元，红酒680元，还有情趣用品268元。消费时间是上周三晚上8点32分。上周三，我仔细回想，那天陈建国明明说工地出问题要加班，回家已经11点多了，我还心疼地给他热饭菜，拿着小票的手开始颤抖。17年的婚姻在这一刻开始摇摆。我想起那晚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用的牌子，当时还以为是工地女同事的香水沾到了。现在看来，我真是天真的可笑。我坐在床边，脑海里回想陈建国最近的反常。他确实经常加班，对我越来越冷淡。以前手机从不设密码，现在不仅设密码，还寸步不离，连上厕所都要带着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。17年夫妻，从大学时代就在一起，从两人挤出租屋吃泡面，到现在有房有车，我以为感情坚如磐石，可现在这张小票就是最大的讽刺。想起儿子陈阳，今年刚上高3，正是关键时期。如果现在摊牌，家庭破裂对孩子打击有多大？我需要找人商量。想来想去，决定先找婆婆陈母聊聊。陈母今年62岁，退休银行职员，很有主见。虽然平时对我严格，但关键时刻还是护着我的。我敲开她房间的门，她正整理老照片，看到我立刻察觉异常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我把小票递过去，话没说出口，眼泪先掉了。妈，见过他，在外面有人了。陈母接过小票，戴上老花镜仔细看，表情很平静，甚至淡定，让我意外。看完后，她缓缓抬头：“丫头，你想怎么办？”我不知道，想去问个清楚，可是又怕什么？怕他承认还是不承认？陈母声音平静：“他家就这样散了。”陈母拉我坐下，语重心长：“雨轩，你现在去摊牌，能改变什么？真相你不是已经知道了？关键是知道后打算怎么办？”我被问住了。是啊，然后呢？离婚。我这些年做家庭主妇，偶尔做文案兼职，没有稳定收入。我和儿子怎么办？妈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办？陈母沉思后说出了那句改变我命运的话：男人在外面有点风流很正常，只要心还在这个家，
你就当看不见。现在闹起来，他净身出户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先装瞎，等时机成熟再说。装瞎？我不敢相信。妈，你让我装作不知道。对，你现在闹，他拍屁股走人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孩子要上大学，你一个人怎么撑起这个家？可是我心里过不去，过不去也得过。女人在婚姻里不能只靠眼泪，要学会用脑子，先冷静观察，摸清她的底细，再做打算。看着婆婆坚定的眼神，我五味杂陈。她的话虽然冷酷，但确实有道理。除了愤怒委屈，我没有更好选择。妈，我具体该怎么做？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？但要留心观察，记住一切可疑的地方。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。当晚陈建国回家时，我强装平静迎接，心里却剧烈挣扎。看着他熟悉的脸，真想质问为什么背叛家庭，但婆婆的话在耳边回响，让我硬生生咽回去。怎么了？看起来不舒服？陈建国关心地问。可能今天整理衣服累到了，我勉强笑笑，早点休息。我去洗澡，看着他走向浴室的背影，心里涌起悲凉。这个曾经最重要的人，现在却成了最陌生的人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过着分裂的生活，表面还是温柔贤惠的妻子，内心却进行着痛苦的观察等待。我开始注意陈建国的一举一动，他确实变了很多。以前回家第一件事是抱儿子，问我做了什么菜，现在匆匆洗澡，然后抱着手机不停发信息。有次我端茶过去，想看他和谁聊天，他立刻按掉屏幕，紧张地说：工作上的事，工作需要这么神秘？而且我清楚看到他打字时脸上带着从未见过的温柔表情。我开始留意他的开支。陈建国以前很少买衣服，现在经常带回名牌衬衫领带，说是工作需要注意形象，但他买的都偏年轻化，更适合约会而不是工作。最明显的变化是香水，以前从不用，现在总是喷着浓郁的男士香水，问他时说是客户送的，不用白不用。更让我难受的是他对家庭态度的变化，以前会一起讨论儿子学习，规划家庭未来，现在总是心不在焉，我说什么都敷衍点头，眼神盯着手机。有晚我忍不住试探：建国，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感觉心情不太好。他抬头看我，表情不自然。没有啊，就是项目多，有些忙，要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我轻抚他肩膀，他躲开我的手。我没事，早点睡吧。那一刻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疏离，同在一张床上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。我把观察结果告诉陈母，她听得很仔细，不时点头。妈，我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每天看着他这样，心里都在滴血。坚持住。陈母拍我的手，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你要继续观察，特别是财务状况。财务状况？对，男人在外面养女人要花钱，而且不是小钱。你要弄清楚他的收入支出，这对你以后很重要。陈母的提醒让我意识到问题。陈建国这几年收入不错，但家里开支账目我并不完全清楚。他每月给我一笔生活费，其余都由他支配。我开始更细心观察他的消费，信用卡账单经常有不熟悉的消费记录，珠宝店、高档餐厅、没去过的商场专柜。问起时总说请客户或给我买惊喜，但我从没收到过惊喜。还有他的车，以前车里只有常听的音乐 CD，现在经常播放没听过的情歌，座椅位置也常被调整。最在意的是，有次洗衬衫时发现领口有淡淡口红印，那个颜色我从不用，
是很妖艳的大红色。这些细节像针扎在心里，但我按陈母的话，强忍痛苦，维持表面平静。2015年秋天，我开始更主动地调查。陈母的话给了我信心，不能再被动等待。我学习以前从不会的技能，如何查看通话记录，分析银行账单，甚至简单跟踪。陈建国手机虽设密码，但我发现漏洞。他洗澡时手机放床头柜，有次我偷偷观察输密码手势，竟被我猜中了。密码是6个数字，198756。我以为是特殊纪念日，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女人的生日。第一次偷看手机时，手紧张的发抖，打开微信，果然看到名为小娟的联系人，聊天记录密密麻麻。我强忍心痛，仔细阅读对话，从内容看出他们关系已经很亲密。那女人撒娇叫他国哥，陈建国也温柔的让我认不出来。更震惊的是，我看到关于宝宝的对话，那女人说宝宝今天在学校表现很好。陈建国回复我的女儿当然优秀，等爸爸忙完就去看她。女儿，宝宝，我脑子乱了。陈建国在外面不仅有女人，还有孩子。我继续翻聊天记录，终于找到答案。那个叫小娟的女人确实有女儿，今年8岁，上小学2年级。从对话看，陈建国对这孩子非常疼爱，经常买各种礼物。我算了时间，8岁孩子是2007年出生，我们1998年结婚，2007年时已经结婚9年了。这意味着陈建国在我们婚姻期间就有了别的女人，还生了孩子。我感觉天要塌了。17年婚姻，原来从开始就是笑话。我以为的忠诚专情，都是自以为是。我强忍崩溃，继续查看信息，从对话中拼凑出这女人的基本情况。她叫王丽娟，28岁，开美容院。从照片看确实漂亮，身材火辣，典型男人喜欢的类型，还离过婚。8岁女儿是和前夫生的，但从陈建国对孩子态度看，他显然把女孩当亲生女儿，在他心里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家庭。我想起陈建国这些年对我们儿子的态度，虽然也关心，但确实没以前上心。我以为是工作忙，现在才知道他的心思早分给了别人。看完聊天记录，我几乎站不住，颤抖着把手机放回原处，冲进卫生间，对着镜子看自己。35岁的脸已有明显疲态，哪还有年轻时的青春？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陈建国对我越来越冷淡。他有了更年轻漂亮的女人，还有另一个女儿，在他眼里，我和儿子可能已成负担。第二天，我把发现告诉陈母，听完叙述，老太太脸色很难看，这死小子竟然敢在外面养野种，17年，整整17年，他把我们家当什么了？妈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能急。陈母虽愤怒，但保持理智，越是这时候越要冷静。你继续观察，我也要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么多年，建国的收入我心里有数，按道理我们家应该有不少积蓄，但我观察下来，家里财产并没相应增加。那些钱去哪了？陈母的话提醒了我，确实，陈建国这些年赚的不少，但生活水平并没显著提高，除了这套房子，没什么其他资产。妈，您怀疑他把钱都给了那女人？不只是给了，我怀疑他还以那女人名义买了不少东西，房子、车子、投资都有可能。想起之前发现的消费记录，确实有很多大额支出，我不知道用途。如果陈母猜测对，我们家财产可能已被转移很多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查还来得及吗？
来得及，但需要更多证据。你要想办法拿到他的银行账单、房产证、投资记录，这些他都锁在保险箱里，我怎么能拿到？办法总是有的。他保险箱密码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他从不让我碰。你仔细想想，他平时喜欢用什么数字做密码？我想起手机密码的事，心里一动，会不会也是那女人生日？很有可能。你找机会试试。当晚陈建国又说加班，很晚才回。我趁他没回家，偷偷来到书房，保险箱放在书桌后角落，平时用布遮着。我掀开布，看着电子密码锁，心跳得厉害。我先是手机密码198756，没反应，然后是其他可能组合，都没成功。准备放弃时，想起手机里看到的细节，那女人曾说幸运数字是8，美容院地址在第8街。我试着输入几个带8的数字组合，最后试了880756。保险箱打开了，心脏几乎要跳出来。保险箱里放着很多文件，我匆忙拍照记录：房产证、银行存折、股票账户、投资合同。让我震惊的是，竟然有3套房子的房产证，除了现在住的，还有2套我从不知道的房产。购买时间分别是2010年和2013年，都在婚姻期间。按法律规定，婚姻期间购买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但这2套房子房产证上写的都是王丽娟的名字。我继续翻看文件，发现更多让我愤怒的事实。陈建国不仅把房产转移到那女人名下，还给她开美容院，投资几十万，连股票账户里的钱也大部分转移给她。我粗略计算，这些年陈建国转移给王丽娟的财产至少有上千万。拍完照片后，我小心把文件放回原处，关好保险箱，手一直发抖，不知是愤怒还是恐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拍到的照片给陈母看，她戴上老花镜，一张张仔细查看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这畜生竟然把我们家财产都转移给了那狐狸精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些财产还能要回来吗？能。陈母斩钉截铁，这些都是婚姻期间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法律上站得住脚，但我们需要更多证据。我们找到专业律师李律师，他看了证据后说，从这些证据看，你丈夫确实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，而且数额巨大。根据现有证据，你们家总资产应该在1200万左右，你至少可以分得600万。600万，我从没想过还能拥有这么多财产。接下来几个月，我们按律师建议收集更多证据。我学会了使用录音设备，学会悄悄跟踪，学会分析银行流水。有次跟踪陈建国到高档小区，看他熟练用钥匙打开豪华公寓门，我心彻底凉了。这套房子应该就是他给那女人买的其中一套。我在小区外等了2小时，终于看到王丽娟。她确实漂亮，穿着时尚，浑身透着妖艳气息。更难受的是，她身边跟着8岁左右小女孩。看着陈建国抱起小女孩，脸上露出慈爱笑容，我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那种表情，我很久没在他对待我们儿子时看到过了。我用手机拍下他们一家3口的温馨画面，心却痛得无法呼吸。回家后，我把照片给陈母看，她看得很仔细，还放大观察。这女人确实有手段，不过看起来也不是什么高明角色，就是靠年轻漂亮哄男人开心。妈，您觉得建国是真爱她，还是一时冲动？爱不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已经为她做了这么多事。
你看他表情确实很投入，但男人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关键是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经济代价。他以为把财产转移给那女人就万无一失，其实犯了大错误。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本身就违法，而且数额这么大，已经构成恶意转移，法院会要求他加倍返还。2015年冬天，陈建国突然提出要和我谈谈。宇轩，我们谈谈吧。他坐在沙发上，表情凝重。谈什么？我装作不知道。关于我们的婚姻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如离婚吧，分开对大家都好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他真说出来时，我还是感到巨大冲击。为什么？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？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们不合适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越来越像陌生人了。那杨洋怎么办？他马上要高考了，孩子跟你，我会给抚养费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不要闹得太难看。我看着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现在却如此陌生冷漠。为了另一个女人，他竟然可以这样轻易抛弃我们母子。你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。好的，你慢慢考虑，但我希望你能理解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当晚，我把陈建国的话告诉陈母，他听完后，脸上居然露出笑容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这样更好，我们就有主动权了。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主动提出离婚，说明已经迫不及待，但他以为能轻易脱身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发现陈建国新生活计划的当天晚上，我几乎一夜没睡。那个文件夹里的内容让我毛骨悚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发现的所有内容告诉陈母。听完我的叙述，这个看起来慈祥的老太太眼中闪过一丝冷光。这畜生竟然想害你！陈母握紧拳头。妈，我现在很害怕，如果他真的要对我不利，不用怕。陈母拉住我的手。现在我们掌握了他所有证据，是时候反击了。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早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。什么秘密？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暗中收集建国的各种证据，包括他的收入记录、支出明细，甚至他和那女人的通话录音。我震惊地看着婆婆。您早就知道，一个女人在银行工作了大半辈子，对数字和资金流向比你想象的敏感。建国这几年的收入我清清楚楚，但家里的资产增长明显不匹配，我就知道她在外面有事。原来婆婆从一开始就在下一盘大棋，而我只是其中一颗棋子。妈，那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又能怎样？你当时能接受这个事实吗？就算接受了，你有能力处理吗？陈母叹气，有些事需要时机，也需要准备。现在时机成熟了，我们有胜算了。下午，我们去了李律师事务所。当李律师看到我们搜集的所有证据时，他的表情变得严肃。这个情况比预估的严重，他不仅恶意转移财产，还涉嫌威胁当事人安全。我们立刻报警申请人身保护令，同时起诉离婚，要求分割所有夫妻共同财产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开始了法律程序，报警、申请保护令、起诉离婚、申请财产保全，一切都在秘密进行。2016年2月14日，情人节，多么讽刺的日子！这天上午10点，我接到李律师电话：“林女士，好消息，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，并批准了财产保全申请。陈建国名下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，那2套以王丽娟名义购买的房产也被查封了。”下午2点，陈建国打来电话，
声音充满愤怒和恐慌。宇轩，你到底搞什么鬼？法院的人找到我了。哦，是的，我平静地说，我找了律师，觉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比较好。你疯了吗？我们不是说好和平离婚吗？我们确实可以和平离婚，但前提是要把财产分割清楚。建国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你都做了什么？自己心里清楚。你都知道了。我不仅知道你在外面养了女人，还知道你转移了多少财产，更知道你想对我做什么。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过了好久，陈建国才开口：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法院开庭审理那天，王丽娟也被传唤到庭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她竟然主动提供了更多对陈建国不利的证据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问李律师。很简单，她怕了。现在陈建国自身难保，他当然要为自己考虑。有了王丽娟提供的证据，官司变得更容易。法院很快认定了陈建国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。最终，法院判决：一、准予我和陈建国离婚；二、儿子陈阳由我抚养，陈建国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；三、夫妻共同财产按法律规定分割，现有房产归我所有；四、陈建国恶意转移的800万财产需要全部返还给我；五、陈建国需额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50万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仅拿回了被转移的800万，还得到了现有房产和50万赔偿，总价值超过1000万。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，陈建国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，而我紧握着陈母的手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下来，不是委屈的眼泪，是胜利的眼泪。2016年6月，所有法律程序结束，陈建国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，还因威胁罪被判处6个月拘役。王丽娟的美容院因资金链断裂倒闭，最后带着女儿搬回了老家。我用分得的财产在市中心买了更好的房子，还开了家文化传媒公司。陈阳高考成绩很好，考上了理想大学。妈，我觉得没有爸爸，我们过得更好。有天陈阳对我说：阳阳，不要怨恨你爸爸，虽然我们离婚了，但他始终是你父亲。我不怨恨他，但也不想见他。妈，我会好好读书，将来保护你。最让我感激的还是陈母。妈，这些财产您也有一份。我对陈母说：傻丫头，我要那些钱干什么？看着你们母子过得好，我就满足了。妈，我真要感谢您，如果不是您当初让我装瞎，我现在可能什么都没有。宇轩，你现在明白我当初为什么要你装瞎了吗？因为那时时机不成熟，贸然行动只会损失更大。不只是这样，我让你装瞎，是为了让你学会观察和思考。如果你当初就摊牌了，你永远不会知道建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不会学会保护自己。您是想让我成长。对，女人在婚姻里不能只靠眼泪和感情用事，要学会用脑子，要学会为自己争取权益。现在的你和1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。确实，经历这一切，我变得更坚强独立，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，学会了在困境中寻找机会。妈，您真的太英明了。我由衷地说，不是我英明，是你自己争气。记住，有时候装瞎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智慧。知道什么时候出手，比知道真相更重要。2017年春天，我的文化传媒公司已经做得有声有色。有天，一个女性朋友找到我，哭着说发现丈夫出轨了。宇轩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想去找他摊牌。看着朋友痛苦的样子，我想起1年前的自己，
先别急着摊牌，你要先冷静下来，想想自己想要什么结果。我想要挽回婚姻，那你觉得现在摊牌能达到这个目的吗？我建议你先装作不知道，暗中观察一段时间，了解清楚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，也了解清楚你们家的财产状况。这样，无论最后选择挽回还是放弃，你都有更多主动权。装作不知道，可是我心里很难受。我理解你的难受，但冲动解决不了问题。有时候，装瞎是一种智慧。朋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送走朋友后，我给陈母打电话：“妈，今天有个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，我把您教给我的道理告诉了他。你是怎么说的？”我让他先装瞎，暗中观察，等时机成熟再行动。电话那头传来陈母的笑声：“宇轩，你终于真正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明白了什么叫做智慧。你现在不仅自己学会了保护自己，还能够帮助别人，这才是真正的成长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公司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繁华的城市，回想这2年的经历，从最初的痛苦迷茫，到最后的胜利重生。我深深感谢命运，让我遇到陈母这样智慧的婆婆。她教会了我什么叫忍耐，什么叫智慧，什么叫在适当时候出击。如果没有她当初那句装瞎的建议，我可能永远拿不到那笔千万资产，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。2018年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处理文案，秘书小李敲门进来：“林总，外面有位女士想见您，说是朋友介绍的。”进来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，面容憔悴，眼圈红肿，显然哭过很久。“你好，我叫张慧，是王小姐介绍来的。她说您能帮我。”王小姐就是去年找我咨询的那个朋友，看来她把我当时的建议告诉了别人。“请坐，什么事情让您这么难过？”张慧哽咽着讲述自己的遭遇。她和丈夫结婚8年，有个5岁的儿子。最近发现丈夫不仅出轨，还把家里的店铺转让了，钱不知去向。我想离婚，但担心孩子，也担心经济问题。王小姐说您经历过类似的事，能给我一些建议？听着她的描述，我想起2年前的自己，那种绝望无助的感觉历历在目。张女士，您现在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？我想要孩子的抚养权，还有一个公平的财产分割。那您对他们的关系了解多少？您家的财产状况清楚吗？张慧摇头，我只知道他有了别的女人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给他倒了杯茶，不要急，您先听我说一个故事。我把自己的经历简单讲了一遍，重点强调了耐心观察和收集证据的重要性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也要装作不知道？对，但这不是懦弱，而是战略。您现在情绪激动，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，不如先冷静下来，摸清楚对方的底细，再做决定。我给他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先稳定情绪，然后暗中调查丈夫的经济状况，收集出轨证据，最后选择合适时机采取行动。但是这样很痛苦，每天看着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痛苦是短暂的，但如果你现在冲动行事，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记住，有时候装瞎是为了看得更清楚。3个月后，张慧再次来找我，这次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眼神坚定，气质沉稳。林总，您说的对，这3个月我按您说的做了，发现的问题比想象的严重。原来她丈夫不仅出轨，还有赌博恶习，店铺转让的钱都被她拿去还赌债了，甚至还欠了高利贷。幸好我没急着摊牌，否则可能还要替她还债。
现在我已经找了律师，准备起诉离婚。后来张慧不仅成功离婚，还拿到了孩子抚养权和房产。更重要的是，她避免了承担丈夫的债务。类似的案例越来越多。我发现很多女性在婚姻中遇到问题时，第一反应都是情绪化处理，结果往往吃亏。我开始在公司开设免费的女性权益保护咨询服务，专门帮助遇到婚姻问题的女性。2019年春天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喂，是宇轩吗？我是建国。听到这个久违的声音，我心情复杂。3年没有联系了，他怎么突然打电话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尽量保持平静。我想见见杨洋，这个周末可以吗？陈阳已经上大2了，成绩优秀，性格开朗。这些年，他从没主动提过要见父亲，我也没勉强。你要见杨洋，得先问他的意见，能麻烦你帮我问问吗？我知道我没资格直接联系他。挂了电话，我陷入沉思。虽然离婚了，但陈建国毕竟是孩子的父亲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也许该给他们一个见面的机会。当晚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陈阳。妈，他为什么现在想见我？我也不知道。但如果你想见他，妈妈支持你。陈阳想了很久，我想见见他，但希望你能陪我一起。周末，我们在一家安静的咖啡厅见面。陈建国看起来老了很多，头发花白，脸上多了很多皱纹。杨洋，你长这么高了。他看着儿子，眼中含泪。爸，陈阳叫了一声，但语气很淡。对不起，这些年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陈建国哽咽道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陈阳的声音有些冷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。陈建国告诉我们，王丽娟早就离开了他，带着女儿改嫁了。他这些年过得很不好，不仅经济困难，身体也不好。我不是想博取你们的同情，只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弥补一些什么。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如此落魄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但更多的是庆幸当年陈母的智慧，让我们母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爸，我不恨你，但也谈不上原谅。这些年，妈妈把我照顾得很好，我们过得很幸福。陈阳平静地说，我知道你妈妈是个好女人，是我辜负了她。如果你真想弥补什么，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那次见面后，陈建国偶尔会给我发信息，问候陈阳的近况，我都会简单回复，但保持着距离。原谅是需要时间的，而有些伤害，时间也无法完全治愈。2020年，我的文化传媒公司已经颇具规模。这年陈母75岁生日，我为她举办了一个温馨的生日聚会。妈，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和指导。我端起酒杯，傻丫头，说什么谢谢？看着你们过得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妈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当年您让我装瞎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可能的后果？陈母笑了，你是说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对，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我知道，以你当时的状态，冲动行事肯定不会有好结果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搏一把。所以您也是在赌，人生处处都在赌，关键是要算好概率。我分析了建国的性格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觉得我们的胜算更大。事实证明，我们赌对了。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妈，您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真相，而是让我自己去发现？因为只有自己发现的真相，才能让人真正成长。如果我直接告诉你，你可能会相信，但不会有那种切肤之痛的体验，而这种体验
恰恰是让你变强大的原因。确实，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，从一个依赖性强的家庭主妇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企业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。妈，您教给我的不仅是如何处理婚姻危机，更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智慧。宇轩，你现在终于真正明白了，女人在这个社会上，光有善良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智慧。善良让你保持本心，智慧让你保护自己。那晚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有时候装瞎是一种智慧。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很多女性留言分享自己的经历，感谢我给了她们新的启发。我意识到，我应该把这些经验更系统地整理出来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女性。2021年，我出版了一本书《女性婚姻自救指南》，书中不仅分享了我的亲身经历，还收录了这些年帮助过的其他女性的案例。书的核心观点就是，在婚姻中遇到问题时，不要急于情绪化处理，而要学会理性分析，制定策略，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。书出版后很受欢迎，不仅在国内畅销，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。我开始受邀到各地做讲座，分享女性权益保护的经验。有次在一个女性论坛上，有听众问我，您觉得女性在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回答是独立，经济独立，人格独立，思想独立。只有独立的女性，才能在婚姻中保持平等的地位，才能在遇到问题时有选择的权利。但是很多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，您怎么看？我不反对做全职太太，但即使在家相夫教子，也要保持学习能力和社会联系，不要让自己完全依附于男人，要随时准备好独自面对生活的能力。您的经历给了很多女性启发，但也有人说您的做法太算计，缺乏感情。这个问题很尖锐，我停顿了一下。我理解这种观点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感情固然重要，但不能因为感情就放弃理智。当对方已经背叛了婚姻，我们还要无条件地付出感情吗？保护自己不是算计，而是基本的生存智慧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讲座结束后，一个年轻女孩走到我面前，林老师，我很佩服您的勇气和智慧。我现在还单身，但听了您的分享，我觉得我知道了在感情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。记住，爱情是美好的，但爱情不等于失去自我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回到家，我把这次讲座的情况告诉了陈母。妈，您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吗？当然有意义。你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还在帮助更多的女性改变命运。这就是真正的价值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当年没有遇到那些事，我会是什么样？那你可能还是那个依赖性很强的家庭主妇，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潜力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建国的背叛反而成就了今天的你。确实，人生很奇妙，痛苦的经历往往会成为成长的契机，关键是要有把痛苦转化为力量的智慧。而这种智慧，正是当年陈母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。如今，我不仅拥有了经济自由，更拥有了精神自由。我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，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。这一切都要感谢当年婆婆那句看似冷酷，实则充满智慧的话：先装瞎，等时机成熟再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不是让我装瞎，而是让我学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，
在困境中寻找机会。婆婆，您真的太英明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